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为应对潜在的港口罢工和红海袭击导致的持续运输中断，零售商今年推动了美国夏季进口激增，以保障缩短的假日购物季。接下来，台积电7月营收增长 45%， 高于第二季度，提振了对英伟达等公司持续强劲的人工智能芯片需求的预期。分析师预计3季度营收将增长 37% 至7474亿新台币。7月业绩显示，台积电可能超过预期。接下来这条，拜登政府即将完成对芯片与科学法案中390亿美元拨款的分配。该法案旨在振兴国内半导体产业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。让我们关注。一些投资者认为亚洲科技股大幅下跌后存在买入机会，尽管 AI 板块已大幅反弹，但长期前景仍未改变。下一条，风险投资激增。即使在人工智能交易之外，但一些投资者的衰退担忧与日俱增。下一条，印度马恒达与中国陕西汽车集团计划斥资30亿美元，在总理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建立一家合资汽车制造厂。该提案包括出口组装汽车、发动机和汽车电池。接下来这条，面对市场波动，保持冷静，暂时按兵不动。尽管有人预测经济衰退，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股市仍处于牛市。然而，如果市场大幅回调让你感到不安，可能需要降低风险。下面这条，美国股市剧烈波动期间，散户投资者利用科技股大幅下跌进行买入操作，但也表现出谨慎迹象。让我们关注。美股抛售已去除部分市场泡沫，使部分科技股和小盘股再次具有吸引力。高盛认为，利率正常化将有助于仍被低估的资产类别价值回归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理事柯林斯表示，如果通胀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市场强劲，美联储可能很快开始放宽利率政策。下面这条，美股周五开盘微跌，标普500指数下跌 0.1%，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.2%， 道琼斯指数下跌 0.2%。本周美股经历了大幅波动，周初暴跌，周四因劳动力市场数据强劲而反弹。尽管周五小幅上涨，但主要股指本周收盘可能与上周持平。接下来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，如果再次当选，希望参与利率设定，引发担忧称若11月获胜，他可能削弱美联储独立性。让我们关注。受2024年交易活动复苏的推动，部分华尔街银行家的奖金有望再次上涨，债务和股票承销以及交易员的薪酬最高。最后一条是，尽管近期市场动荡，辉煌7强股票表现不佳，但投资者不应在8月份抛售它们。温德希夫特资本创始人比尔·布莱恩表示，在更具挑战性的市场条件下，对当前选股保持精确。布莱恩认为 Meta 是目前最值得投资的辉煌7强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